你有没有发现你的 AI 最近变笨了，回复变慢 ，token 烧的超快，以前一次就做对的事，现在要来回改3次。我跟你一样是每天靠 AI 工作的重度使用者，我最近就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我用了大半年的 Cloud Code 突然开始变慢、变贵、变笨。我很想换成 OpenAI 的 Codex 试试看，但是我一直都不敢换。为什么呢？因为我累积了几十个 skills， 一堆专案规则，还有调教了好几个月的记忆档案，全部都绑在 Cloud Code 里面。换了一个工具，等于整个家当我都要全部重新搬、重新重练。直到我找一个方法，只维护一份档案 ，Cloud Code 跟 Codex 随时无痛切换。哪天出现更强的 AI， 我5分钟就能跳槽。这支影片我会把整套做法完整拆开来给你看。影片最后还送你一个一键搬迁的提示词，你连指令都不用学，贴给 AI， 它就自动帮你给搬家搬好。大家好，我是居谷团长，一个天天用 AI 来帮助投资的魔人。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先讲清楚哦，这支影片不是要唱衰 Cloud Code， 也不是叫你立刻改用 Codex。Cloud Code 到今天仍然是我最爱用的工具之一，尤其是整理很长的需求、分析专案架构，还有最后的审查验证方面，它真的很强。那为什么想换呢？第一，慢。最近尖峰时段，尤其台湾的晚上，刚好欧美那边刚刚起床开工啊 ，Cloud Code 的速度就会明显变慢。一个简单的问题要等很久，慢个几秒没差。但如果你每天靠 AI 工作10次、20次来回，每次读档案、改档案都要等一大段时间，你一定会受不了。第二，贵。Anthropic 出了最强的模型 Babel， 聪明是真的很聪明啊，但是烧 token 的速度是真的有够快。就算官方一直送额度，还帮你免费重置，但它还是不够它烧啊。第三，原本的 Opus 模型体感上好像变得比较笨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更新 Fable 的原因，还是因为使用上的人变多了。总之，我就是觉得 Opus 没有像以前那么聪明，所以我打算给 Codex 一个机会来试试看。结果没试还好，试了以后我发现，在改档案啊、跑程式啊、测试网站啊、改小功能啊，它的速度比Cloud Code快很多。而且现在如果你要做图片，还是做 PDF、做简报，用 Codex 效果还蛮不错的。但真正卡住的从来不是安装 Codex， 而是这个问题。很多人以为切换 AI 工具就是把 Cloud Code 关掉，把 Codex 打开，结束了。如果你只是拿 AI 聊天，确实就这么简单，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聊天助理。但如果你已经认真使用了一段时间，我相信你手上一定有这些东西。第一个，权益的规则，你的个人偏好、工作原则。第二个，每个专案的规则，怎么启动啊？资料库在哪？每个专案哪些档案不能碰啊？这些都在你的每个专案的规则里面。第三个，调教很久的 skills， 这个 skill 等于是你交给 AI 的专业工作手册。第四个，还有各种累积下来的经验啊和工作流程等等等的记忆。所以问题来了 ，Cloud Code 它认定的是 cloud.md 这个档案，而 Codex 认的是 agent.md 这个档案，名字不一样 ，Codex 根本不会去读你的 cloud.md 档案。所以，如果你换过去，会觉得，Codex 怎么这么笨？不是它笨啊，是你累积的功力，它一个字都看不到。这时候直觉做法是什么？就复制啊，把 cloud.md 复制一份，改名叫做 agent.md 就好啦。Skills 也复制2份啊，两边都各做一套，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呢？但这个就是最大的坑啊！你想想看，1个月后，你在 Cloud Code 这边加了一条新规则，但忘记把它同步到 Codex 那边。3个月后，你改了一个 Skills 的版本，另一边却还是旧的。最后，你会完全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份才是最新的正本。更惨的是，假如未来马斯克的 Grok 也出了超强的 Coding Agent， 你想再加一个工具，再换一个 AI 工具，那就是你的专案要再复制第3份。我想这恐怕是维护地狱啊！我研究了很久，最后定下了一条铁律：内容我只维护1份，每个 AI 只保留一个他看得懂的入口。具体怎么做呢？我在使用目录底下建立一个.ai 的资料夹，所有 AI 都要读的全域规则，正本就放在这里。全部就只有这一份正本，然后我在 Cloud Code 原本要读的全域 Cloud.md 档案，不再自己存内容，而是用软连结的方式，直接指向.ai 资料夹里的正本。Codex 要读的区域 Agents.md 也是一条软连结，指向同一份正本。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间办公室，
但是这个办公室它不止一道门，它有2道门。右边那道门门牌写着 Cloud.md 是 Cloud Code 走的，左边那道门门牌写着 Agent.md 是 Codex 走的。门牌不一样，但推开门里面是同一间房间。以后我要改规则，只改.ai 资料夹里面那一份 Cloud Code 跟 Codex 下次读取，同时拿到最新版，不用复制，不用同步，不用记得改2次的档案。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全域规则跟专案规则不能混在一起。全域档案放的是所有专案、所有 AI 都适用的原则，比如说改档案前要先读专案规则啊，密码不能写死在程式里啊，图片要做视觉检查，不要随便破坏软连结等等等这一类。至于某个专案怎么启动，资料库在哪里，测试要怎么跑，哪些档案不能碰，这些要留在专案自己本身里面的档案里面。那专案里面怎么做呢？跟全域完全同一套逻辑。我在每个专案里面也建一个.ai 资料夹，并放一个 instructions.nd， 就是这个专案唯一的规则正本。然后专案跟目录的 cloud.md 跟 agents.md 都是软连结，通通指向这份 instruction.md 档案。注意哦，这里有个关键字哦，正本我不叫它 cloud.md， 也不叫 agent.md， 我叫它 instructions.md， 一个完全中立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正本不应该姓 cloud， 也不应该姓 OpenAI， 它是你的专案规则。今天 Cloud Code 开一道门进来读，明天 Codex 开一道门进来读，后天出了新的 AI， 我再帮它加一道门就好，它正本永远都不动。所以最后的结构就超级简单了，全域规则就是一份正本放在使用者目录的.ai 资料夹，每个专案的规则也是一份正本放在专案的.ai 资料夹，叫做 instructions.md。Cloud.md、agents.md 全部都只是入口，入口可以有很多个，正本永远只有一份，而且名字是中立的。接下来我一开始最担心的就是累积了10几个 skills 该怎么办呢？Skills 你可以理解成交给 AI 的专业工作手册，怎么架网站啊，怎么写 N8N 工作流啊，怎么做图片啊，怎么写文章啊，这些都是我跟这个 Cloud Code 培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心血。如果 Cloud Code 一份啊 Codex 一份，版本就一定会乱掉。所以一样的逻辑，我把共用的 Skills 全部搬到.ai 资料夹底下的 Skills 资料夹当唯一的正本。Cloud Code 的 Skills 入口连过来， Codex 的 Skills 入口也连过来。以后新增或修改 skill 一样只改一次，但我保留一个原则哦，只有真正能跨工具共用的 skills 才放进共用区。有些 skill 用到的是 Cloud Code 的专属功能，只有 Cloud 它呼叫才呼叫得动。有些功能只有 Codex 有，比如说像是内建图片生成啊，这种就不要硬塞到共用区，让它留在各自的平台，明确的去做分工。共同的知识不重复，不同的能力就各司其职。好，那一定有很多人想问啊 Cloud Code 跟 Codex 到底谁比较强啊？我2个都认真用过，我的答案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搞错问题了。它不是竞争的关系哦，它是各有各自擅长不同的事哦。你拿不同的专案，你就有不同适合的 AI 工具。比如说啊 Cloud Code 它比较擅长是梳理长篇的规格啊、架构的推理啊、风险分析啊，还有最后的审查验证。尤其是 Fable 这个模型啊，它的规划能力跟验证机制真的很强，适合做之前先想清楚，把计划书写出来，以及最后的验证审查。而 Codex 我爱的是它的执行速度啊，改程式啊、跑指令啊、测试啊、操作浏览器啊、检查桌机跟手机版啊，还有做一些我们日常要做的工具，比如说制作图片、做 PDF 简报，还有制作 Google Sheet 试算表，它适合一路把事情完成，再拿成果给你来验收。体感上它确实比 Cloud Code 快很多，而且还省一堆 token。所以我的工作流会是这样的哦。Cloud Code 负责规划和定验收的条件 ，Codex 负责实作、测试和制作图片，然后做完我会再丢回给 Cloud Code 来去做最终的审查验证。打个比方哦，你不会叫建筑师去搬砖块，也不会叫施工团队到了现场才开始想整栋房子要怎么设计。建筑师厉害的是画设计图，施工团队厉害的是施工。每个 AI 做自己最有优势的事，整体效率才会最快，品质也会最好。顺便再讲一个实际的改变，我以前用 Cloud Code 生图片要透过像是 OpenRouter 这种工具来去呼叫 API， 呼叫像是 Gemini 或是 OpenAI 来去生成图片。现在我直接叫 Codex 用内建的生图做，1毛 API 就不用花，光这一项我就觉得超级值得。
当然，你要全部用同一个 AI 也完全可以，只是Cloud真的没办法自己生图，它的绘图功能品质不太好。而 Codex 它在写计划书和验证的时候会比较草率一点，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混用就可以把两者的优点都给拿走。你现在是用 Cloud 还是 Codex 还是其他工具？你觉得谁强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组合，我很好奇大家都怎么来搭配。讲到这里，送你一句我最想讲的话。绝对不要忠于任何一个 AI 工具，你该忠诚的是你自己的效率。哪个工具现在最快、最省钱、最好用，你就用哪个。CP 值一下降，你就可以随时走人。而你能走得潇洒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今天讲的规则、skills、专业知识全部放在一个统一的家，工具只是入口，资产永远在你手上。这样哪天 Cloud 又变强，我随时又可以再切回来。哪天出现更猛的 AI， 比如说 Grok 或者是中国的 AI 出现了，我就再加一道门就好，永远都不会被任何一家 AI 公司给绑架，选择权永远在自己手上。那如果你现在也用 Cloud， 你想试试看 Codex， 但又怕搬迁的过程，怕搞错，弄错原本的设定，我已经把整套流程写成一个可以直接交给 AI 执行的一键搬迁提示词。你不需要研究任何一条指令，把提示值贴进去给 AI， 它就会自动先盘点你的环境，帮你备份建立正本，设定入口，最后验证 Cloud 跟 Codex 是不是都能读得到。完整的 PDF 教学和提示词我都放在我的 AI 投资学院 Plus 社群的 Cloud 课程里面，连结我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加入就能够直接下载。顺便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社群成员都在做什么。我们有群友已经用 AI 建构出自己的标股预测系统、标股几率排行榜、个股分析、市场概况、绩效追踪，甚至还有回测功能。这些不是买来的软体，而是他自己用 AI 开发出来的。课程方面，除了 Cloud 的课程以外，还有 AI 结合 XQ 的自动化程式交易密训班。如果你想用 AI 打造自己的程式交易系统，就可以来上这门课。我们每个月也都有 AI 投资交流分享会，历次的影片档跟 PDF 档案都放在 Classroom 里面，随时都可以回看。另外，加入社群，你还可以直接使用团长自己建构的 AI 投资资讯站，里面包含台股港股美股一些重要的资讯，例如台股这么多股票，有哪一家股票董事长正在吃货马上就一眼可以看到。我认为什么线都没有比内线还要来的重要。而港股我们也有被低估正在回购的股票，还有包含董事正在吃货的股票。然后市场雷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场现在涨停的是哪个族群跟哪个题材有关，然后对应到美股港股都可以去使用。而且我们还有一键汇出 Excel 的功能，让你可以直接汇出 Excel 档案，直接喂给 AI 来帮你分析相关的股票。而我们的社群里面也会教你建构 AI 标股雷达。再给大家看一个实际案例最近很多人都在问的6488环球金我们的 AI 标股雷达在5月20号就出现讯号，这知道它由亏转盈受惠于 AI 伺服器与高效能运算 HPC 的长期趋势。在6月19号又出现强烈买进的讯号。结果呢？你看短短1个月涨幅已经1倍了。这个 AI 标股雷达在我们的 N8N 自动化大师班里面就有手把手的建构教学，你不用自己建构，因为这边就有直接的模板，你直接套用就可以使用，而且讯号直接推播到你自己的手机，你不用再听别人的名牌，你可以自己透过 AI 来打造一个完全属于你的个人化投资助理。最后我们来帮你总结今天 Cloud 搬家到 Codex 的3个重点第一个，规则只有一份，我们只放一个中立的正本放在点 AI 的资料夹里面， Cloud 点 ND、Agent 点 MD 都只是入口。第二个， Cloud 只负责去想那 Codex 来去负责做，各司其职，效率会比较高。第三个，绝对不要忠诚任何一个 AI 工具，要忠诚你的工作效率。资产在你的手上，我们随时都可以跳槽。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一键搬迁的提示词还有完整的 PDF 教学档，我们都把它放在资讯栏的连结里面。我是巨库团长，教你用 AI 投资赚大钱。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